最近我在推特上刷到 Vision Pro 的这个新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初冬雪景的主控式环境，也算是延续了苹果 Mac 系统和壁纸对美国风景胜地的偏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空中流动的云层和地面积雪反射效果所呈现的细腻，这种细节也是远胜于现有主流 VR 头显中那可怜的卡通画风虚拟环境。从 Vision Pro 的宣传片里，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自然实景的空间环境。我也是很好奇，这些场景环境有多少的部分是实拍的，后期的渲染的部分又有多少？远景是不是也是简单的天空和图？那关于这些疑问，如果有体验过的朋友都可以悄悄的告诉我一下啊。而现在只有快时特的我们呢，唯一能够在商店里体验到类似级别效果的，也就是一款主打沉浸式 3D 旅行的游戏，叫《边缘旅行者》（Black Traveler）。随着快3的发售，他们推出了23年秋季更新。VR 玩家现在可以在《边缘旅行者》的28个地点看到14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点，而这些场景都是根据开发者自己外出拍摄的真实世界地点的3维扫描摄影测量数据所还原的，称得上是1比1还原。重要的是，这些地点挑的都是地球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比传统的360度全景视频，你是相当于内置在一个球形泡泡中的固定场景，你不能移动，只能呆呆的看。但是边缘旅行者就像是你处在真实场景的数字3D 版本中，你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段距离，周围的一切也会按照真实世界的比例呈现在你面前。游戏还提供了多人模式和拍照、兴趣点收集等辅助功能，以及一个随时能回答你问题的 AI 虚拟导游。另外，对于咱们中文用户来说，边缘旅行者现在也是有了完全的中文汉化，甚至包括里面的语音介绍也做了中文的配音，所以呢，还是值得大家对它深入了解一下的。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我是老朋友翟老师。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个边缘旅行者，这里是这个美国国家拱门公园的一个地点。由于它是通过实地摄影扫描测量的数据得到了模型，然后在 Unity 里面制作出来的，所以在进场的整个空间范围里面，你会感觉非常的逼真。然后它是完全3D 的一个立体空间，并不是那种360度的全景视频。你可以看到我是可以在里面进行移动的，只要推动摇杆进行移动。但是呢，它限定了你的一个移动范围，你低头往下看的话，会发现有一个红色的一个范围，你只能在这个面积里面进行移动。但这也足够了。如果我们想要切换地点的话，只需要按住 A 键或者这个 X 键就可以了，它会弹出一个地点菜单供我们去选择。那这里面的地点一开始只会预下载3个，那其他的地点都是要你自己后续去下载的。它这边有几十个地点的话，其实每个有平均400-500兆的一个容量，还是蛮吃你的那个内存空间的。我们现在点击这个羚羊峡谷进去看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峡谷。因为它的空间非常的狭窄，是非常的逼仄的，所以说它所摄影扫描出来的那个精度也特别高，真的是你自己身临其境的出现在这个景点当中的一个感觉。虽然它用这个红色区域限定了你用摇杆移动的一个范围，但假如你在现实生活中房间比较大的话，你自己依然可以走得更远，并不一定要躲在这个红色区域范围内去观看。所以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其实可以直接跑到户外来体验这个边缘旅行者，就相当于你自己真正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来丈量这些你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去到的一个地点。而且边缘旅行者里面你是可以支持触摸的，就是你摸到边上这些山体岩石，你是能感觉到这种碰撞的。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参观的地点换成这种地势起伏的山上的话，你可以看到我摸这个石块，它是比如说凸出来的一块，你也是能够感觉到它凸出来和凹进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很绝了。它把完全表面的这一层这种起伏高低都给你还原了出来。那这时候你可以直接调出这个快时特的菜单来感受一下，如果把这个自然风景当做虚拟主控式场景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实际上，如果你购买了这个边缘旅行者，它会送你一个马蹄谷的一个虚拟场景。所以如果你买了的话，一定要去设置里面看一眼，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多了这样一个虚拟场景。在红岩峡谷这个地点，它还做了一个小的后期效果，就是我看向太阳的时候，会有个加强的光晕出现，就显得更加的逼真。当然，除了看这个边缘旅行者，还是加了一些轻微的交互啊。我们首先用手柄打开这个设置菜单，这里面有一些设置选项，你可以进行调整。那它都是有中文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然后右手柄的这个 B 键打开之后是多人联机的一个功能，你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跟你一起去看这些风景。
在你虚拟左手的手掌中心是一个这个笔记本，我们按住握柄按钮可以拾取啊。它有2个功能，一个是这个打卡点，每个地图有3个打卡点供你去交互啊，还有个就是相册功能，你可以在自己逛这个地图的时候进行一个拍照，我们只要比出这个拍照手势，就会出现这个取景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VR 游戏的一个功能啊。只要你拿着这个取景框逛来逛去，它都会实时的进行一个取景。你可以在最左边这个选项去切换这个取景框的一个视野，比如说可以调整到这个广角，自己拍照的一个范围就更大一点。然后点击中间这个按钮就是拍照，你的照片就会保存到相册，你就可以把它给导出来。你虚拟右手的中心呢也有2个功能，一个是 AI 对讲机，你可以进行一个 AI 的对话。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指南针，我们可以先把指南针拿出来，在地图里面不是有些问号吗？你可以在指南针里面看到，然后选中它。一般问号呢有2种情况，一种是像现在这样，它会有一个地图的第2部分，你可以跳到这个第2部分继续观赏。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去点击它，它其实是一个打卡点，我们就是要收集这些打卡点嘛，它会基本上是一些对于这个地点的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或者事件做一个旅游介绍。至于这个 AI 助手的功能，就是我们拾取这个对讲机，然后按住扳机键进行对话。比如说你去询问这个对讲机，就是说我现在在哪里，我这个地点它什么时候过来玩最适合的，它都会对你进行一个回答。那大家如果英文好的话，就可以自己试一下。所以我最后还是要向大家强调一句啊，边缘旅行者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真正的空间3D 虚拟旅行，它的这个场景你是能进到它的空间里面的，并不是那种360度的全景视频。而且这个实景的画面质量也确实是 Quest 现在目前质量最高的。如果你对这一类虚拟旅行的应用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要陪着 VR 成熟，楼顶 VR 轴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具体的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